家好，我是小马，欢迎收看我的爱马仕终极干货。今天这一场面一看就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经验。有很多朋友问买爱马仕包颜色怎么选，简单说，第一看自己的喜好和穿搭风格，第二看这个颜色的人气度和市场价值。每年爱马仕呢都会推出新的颜色，积累下来有几百种颜色，这份金砖让人不得不服。我面前摆的呢这些只是小小的一个代表。很多人买包有一个误区 ，SA 给我 offer 包了，我先买下来，不喜欢了再转卖。至少不会亏钱吧？其实是不一定的哦。每个色系里的颜色都有值钱和不值钱，哪些颜色可以闭眼入，哪些买了会后悔。这期视频是一个完整的颜色购买攻略加避坑指南，我会把所有的色系都涵盖在这篇里，看完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。首先呢，站在爱马仕颜色鄙视链顶端的是金棕色、黑色、大象灰这三大金刚色。尺寸好的金刚色 BKC 都是值钱的，转手的价格毫无悬念，都是在专柜的定价以上的，而且每年呢都有一定的涨幅。他们的江湖地位屹立不倒，所以被称作硬通货。在之前的视频呢，我也有讲过，第一支爱马仕建议大家买一个好搭的，能用很久的颜色。那如果想要的包款和尺寸买不到金刚色，或者我想特立独行，买一个小众一点的百搭色，有没有相似的颜色可以代替呢？首先我们说金棕色的替代，在复古包里呢能找到奶茶色，然后28号焦糖色，EH 太妃金，还有去年新出的 U8 古铜金 2S 芝麻色。拿不到金棕色可以退而求其次选这些颜色，但像咖喱色呢就不太建议拿了。接下来是大象灰的替代，推荐 8F 17灰色， M8 银河灰，16号象灰色，还有比较新的配色低龄微麻犬灰色。灰色系和奶白色系里还有更多气质的中性色，比如80珍珠灰、4J 海鸥灰、19慕斯灰、EF 钻石灰，还有 S2 风衣灰、81斑鸠灰。奶白色系有01纯白色，然后还有奶昔白，然后还有 8L 冰川白色，还有 Nata 奶油白，鸵鸟皮的羊毛白，还有鳄鱼皮的香草色。这些颜色呢，百搭又耐看，市场价值都是很不错的，建议入手。季节色的人气度和市场价值变动就比较大了，有的颜色呢一出就是爆款，火了几年之后呢价格直线下降，也有的颜色刚出来时不怎么样，那过几年停产了，价值反而上去了。当季新出的颜色，因为刚出来的它有新鲜感嘛，如果尺寸和皮质合适，还是建议拿下的。最近3年爱马仕新出的颜色里，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2018年的9滴琥珀黄、K4 夏日粉、6O 松柏绿，鳄鱼皮的呢6U 薄荷绿，2019年出的这个X9锦葵紫，然后还有这个9O那不勒斯黄，还有 Nata 奶油白，这个 O6 帝王绿，2020年的这个3I 牛油果绿，这个是内拼TO 雾霾蓝，还有今年出的 R9 嫩芽绿。这些颜色呢，简单说就是好看或者好搭，踩在了大众的审美上，在专柜呢也不是很好买到，所以它们的市场价值呢都是比较高的。除了前面提到的嫩芽绿，今年还有2个新色，这个深沉的马鞍红 Lujo Celie， 和明艳的覆盆子粉。马鞍红呢有点像往红酒里放巧克力的感觉，是偏棕色的比较暗的酒红色。覆盆子粉跟这2年新出的墨西哥粉、德州粉这些艳粉色里边是比较好看的一个配色，但是呢，这2个新色的市场价值，我个人是不太看好的。我觉得有可能呢是新鲜度、热度一过就被遗忘了。比起新色呢，可能更让大家兴奋的是，3Q 樱花粉色，然后还有这个5P老樱花粉色。
还有 EZ 小鸡黄，还有雾霾蓝。这些超人气的色号再度的复出，今年的回归色里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EQ 彩纸粉、5R 桃粉色、6W 薄荷绿，人气度一直都是不错的。那比较神秘的呢，就是这个 O6 玉绿色。粉丝呢给它起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，叫做帝王绿。这个颜色呢，2019年推出的时候，主要是在鳄鱼皮身上，今年第一次被用在普皮身上。它跟同一年推出的U1维罗纳绿有点像，清凉养眼，还挺好看的。爱马仕最贵最难买的颜色是什么呢？3大金刚色的配货比和入手的难度就不用多说了。比它们更贵的颜色有吗？有，就好比一般认为喜马拉雅是爱马仕包的天花板，但是天外有天，喜马拉雅上还有更贵更限量的收藏款。普皮里呢，最贵的颜色呢是 3Q 樱花粉色，还有一些产量有限又人见人爱的爆款仙女色，价值也可以媲美3大金刚色。代表的呢有 T0 雾霾蓝，然后还有 EZ 小鸡黄，然后 R9 嫩芽绿，这些温柔可爱的马卡龙色。最贵的颜色可能是当年新推出的非常受欢迎的季节色。举个例子，入坑比较早的玩家都知道，像15糖果粉、柠檬黄、奇异果绿、糖果蓝是爱马仕2011年限定的糖果色系，市场价值一度碾压3大金刚色。这几个颜色大火了好几年，但现在市场价值已经大不如前了。那稀有皮里最稀有最贵的颜色，第一想到的呢就是斑鸠灰鳄鱼，它的市场价值相当于一个喜马拉雅。其他还有经典的翡翠绿，还有金盏花黄、马鞍鳄鱼、5P 老烟花粉、珍珠灰，新加入的6U 薄荷绿和 R9 嫩芽绿。我个人更喜欢以前出的比较复古的，像翡翠绿呀、祖母绿呀，仍然是我心中的 C 位女神。最贵的颜色呢，还有这2支，一支是白色的喜马拉雅和原色的蜥蜴，都是通过特殊的工艺做出这种从中间到两边这种渐变色的效果，怎么看怎么美。我的2个小珍藏品。爱马仕的色彩大家族里还有哪些颜色保值呢？我们顺着彩虹的色系一个一个往下说。首先关注度最高的粉色系，推荐 3Q 樱花粉、5P 老樱花粉，还有 X9 锦葵粉、U5 唇膏粉、8W 新唇膏粉、EQ 彩纸粉，还有94号鸵鸟皮的陶瓷粉，都是值钱的颜色。红色里边呢，最有代表性的呢，就是噔噔这支法拉利红，很正的大红，是正宫皇后的角色。其他不是很有特点的红色，在二手市场呢就不那么值钱。比较意外的，像爱马仕红呢，也不是很保值。招牌的橘色呢也是一样的，基本上橘色系的包呢，人气度和保值度都是比较低的，30厘米和以上的尺寸回收，都是在专柜定价以下的。像 I9 杏紫色呢，它的价值还是可以的。接下来黄色系推荐呢 EZ 小鸡黄，然后9D 琥珀黄，这个9欧那不勒斯黄，然后还有西九鹅蛋黄。之前很火的92柠檬黄、9H 太阳黄，感觉现在有一点过气了。绿色里呢，最值钱的是前面提到的翡翠绿、祖母绿、嫩芽绿、6U 薄荷绿，还有像橄榄绿、英国绿、6欧松柏绿、牛油果绿、竹子绿，然后还有 EL 仙人掌绿、帝王绿，价值也是都 OK 的。介于蓝绿之间的青色 7F 孔雀蓝、1P 鸭子蓝等等保值度比较一般。爱马仕出了很多蓝色，但蓝色系整体的市场价值呢，它并不高，只有那种低调有气质的灰蓝色的价值是比较高的。比如说像这种雾霾蓝，然后还有微风蓝，还有亚麻蓝，这只是亚麻蓝，然后天空蓝也是不错的。但再鲜艳一点的，像3P 马卡龙蓝啊，还有7恩糖果蓝，还有75牛仔蓝、电光蓝等等，现在人气度也都下来了。
紫色系里比较保值的呢是 P9 海葵紫，然后 S9 葡萄紫、L3 玫瑰紫也都还 OK。还有一个人气度2极化的Lila 薰衣草紫，喜欢它的人呢就很喜欢，不喜欢它的人呢就是怎么也欣赏不了。我手里这支鸵鸟皮拼鳄鱼皮的 Barking Touch，上面呢是96紫罗兰，下面呢是 N5加仑紫。这2个颜色呢分别都是 OK 的，拼在一起就更 OK 了。有朋友问刚推出的颜色，并不知道它的人气度怎么样，市场价值也没有参考，怎么能判断它值不值得买，能不能保值呢？我总结了以下几个关键点。那第一，看它颜色够不够正，粉的呢要够粉嫩，红的呢要够正。如果是那种又橘又粉混合的不是很好看的颜色，整体的市场价值就不会太高。那第二，看它是不是饱和度比较低的气质色，大蓝、大橘、大紫那种艳丽的包包，虽然时尚博主们拿它拍照是很出片的，但是市场价值不太行，推荐带点灰度的低饱和色。第三，看它是不是风靡一时的流行色，有些流行色呢过气之后市场价值就能下跌一半。第四，粉色系这2年整体的市场价值呢都有下降的趋势，像15糖果粉、J5天方夜谭粉那种很明艳的玫粉色，人气度和价值都掉了很多。最后要注意一下新色包包的产量，如果专柜出了很多，然后比较容易买，价值可能不会很高。相反，刚推出的时候呢，人气一般，但可能因为专柜停产了，2-3年之后呢，突然又变得很抢手。像1K 竹子绿和2R 牡丹红的小尺寸的包就是这样。其他决定一个颜色的市场价值的因素还有这个颜色是否足够有特点，比方说拎这个红色去参加聚会够不够亮眼，能不能占 C 位，也就影响到它的人气度和价钱。最近1-2年市场趋势最明显的变化是，人气的颜色除了3大金刚色，也从鲜艳的季节色转而走向饱和度比较低的气质色。气质的浅灰，然后带点灰色调的那种浅蓝都是特别受欢迎的。入了爱马仕的坑就是各自看缘分了，几百种的颜色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。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，如果遇上让你怦然心动的颜色，以上攻略可以忽略。同样的，如果新出的颜色不对你的口味，怎么看都觉得欣赏不了，或者是虽然新鲜但让你比较犹豫的那种颜色，建议果断的避开，没有必要因为追星而将就买一个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包。有的朋友担心，那我拒绝了 SA 以后会不会不再给我拿包了？不会的，还是那句话，可以拒绝包，但是不要拒绝配货。怎么样有礼貌的拒绝不喜欢的包？点击下面的链接看我之前的经验分享。你还想看关于爱马仕的哪些话题？欢迎留言给我，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